果你经常看清代剧，想必听说过流放宁古塔这项刑罚。甄远道及其家眷流放宁古塔。清朝时期，像什么公务员考试作弊的、写小作文挑战清王朝权威的等等，十有八九能拿到一张流放体验卡，运气差的还要给披甲人为奴。作为仅次于死刑的流刑，人们曾闻之色变，而气候寒冷的宁古塔也变成了自带恐怖滤镜的地方。不过话说回来，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流放地，宁古塔到底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古代要将宁古塔作为流放地？它是一座古塔还是一座大监狱？现在的宁古塔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人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模样？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流放宁古塔。宁古塔苦寒无比。哦，吹得我眼睛都睁不开，现在我眼睛上全是眼泪，你知道吗？我被流放过来，好惨啊！太猛了，太猛了！但是蛮荒之地哪有这么多？在宁古塔买一套房大概要多少钱呢？卖到150多万。这是豪宅呀、这是。15万，确实厉害。那干啥呀？这破地方你拿来。历史上的宁古塔有新旧城之分，旧城位于现在的黑龙江省海林市，因旧城年久颓滩，早在康熙5年就迁到了30-40公里外的牡丹江畔。所以这次我们来到了宁古塔的新城所在地——黑龙江省宁安市。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宁安市这边有一个大集，是每周日有大集，今天刚好是星期日。宁古塔的大集是什么样的呢？一起去看一看吧。宁古塔商都。远不？反也不近，反也不近的。好嘞。咱宁安市常住人口大概能有多少啊？原先没有，头20年得46。哦，你现在都跑没了。那现在咱这个宁安市是这个经济支柱产业是靠啥呀？没有，就靠大苞米棒。靠苞米棒是吧？我看咱这块地倒是挺多的。是的。你们俩哪儿的？我从山东来的。哎呦，这儿来干啥呀？这破地方你们还来？不是说流放宁古塔吗？想来看看。那是啊。好。好嘞，好，好，谢谢师傅。下那边有车。好，好，谢谢师傅。这集上人真的好多呀！开玩笑，你说不会？太香蕉了，啥你说的？卖农村散养炖豆筋儿，便宜卖了，50块钱给2个，50块钱2个了。快选成任务了啊！老村杀猪菜任务列整了。这大集上可真热闹啊！这个集市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什么你能想到的、你想不到的、你能用到的、你用不到的都有，还有一些硬核大爷自己做的硬核手工艺品。小猪佩奇，这是拿那个液化气罐改的是吧？做的真不错，这手工做的吗？手工做的。哇，厉害厉害！这个多少钱一个呀？170一个。哇！这个大货车从集市上穿过，有点不太好走啊。极限挑战。往那边过来靠，往那边。哇，这集市好长啊！我感觉我都已经走了，得有个10分钟了，还没走到头呢。但是我逛了半天，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那个早餐摊在哪儿。这天吃冰棍不冷吗？喊的我都长个冒烟吃，小帽子绝对不好。冰棍啊，个人口味冰棍啊！
这合多少钱一大这个啊10块钱仨，1.10。这是滑冰鞋呗？哎，那冰刀子。冰刀子，哼，有意思。这个集市还有卖吉他跟那个小提琴、电子琴，也是充满了东北艺术细菌呢。这个是咋卖的？这个？那牌子上写着手榴弹香。这是干啥的？这是显度锅。什么东西？显度锅。没显度锅做饭好吃。啊，锅是吧？锅肉不老的。大爷，您知道他们那是在干啥不？勘探。勘探。嗯。有石油啊？不是，看看地下那个表层肯定。哦，勘探。我这个啊，380。多大的呀？你要多大的？这是卖啥呀？卖辣椒啊？辣不？哎呀，还说那么后劲辣。这是卖的不？这咋卖啊？这柴火啊？论车卖啊？对呀，论车卖，10到家一卸老大。你这车多少钱？200，我要200，咱你要10块给多少钱？没事。这羊都冻得流鼻涕了。这个集市的尽头是卖各种动物的，比如说有卖狗的，有卖猫的，还有卖羊的。然后跟宠物摊挨着的就是卖羊肉串的。买了4串羊肉串，刚刚从那个集市那头走到这尽头的时候，看到有这个卖羊肉串的，太馋了，因为那个烟火气实在很浓又很香，忍不住尝一尝。但是羊肉串你自己挑。我刚前面排队拿羊肉串的时候，前面有个大姐拿了20串。哎，忘给朋友们先吃了。这3串给朋友们吃一下。朋友们，3串羊肉串啊，要朋友们一个1键3连，不过分吧？你怎么能拿羊肉串收买我们的观众朋友呢？这可是正宗宁古塔烤肉啊！都流放到这儿了，吃点好的犒劳犒劳自己吧。对。朋友们，简单吃了个早餐，我们继续逛一下这个大集。橘子5块钱10斤。还有刚才甜的大芝士的2元。这个烘达的脚垫子都有卖的。5元一袋，5元一袋。爆米花，上面爆米花又香又酥又脆的爆米花，5元一袋，5元一袋。这爆米花要爆炸了！我小时候也经常这么坐我爸、坐我老舅、坐我叔大脖梗上。朋友们，现在已经快11点半了，整个的这个集市大家都开始陆陆续续的收摊了，差不多就到12点吧。逛完了这个宁古塔的大集，我们现在去逛一逛宁古塔的城市吧。在这儿猪都是散养的，这应该叫走地猪。猪挡道了，在藏区见过牛挡道，在东北还能看到猪挡道呢。2楼明星家具城，这个房子有年代了啊，感觉像上世纪的建筑。它那个2楼的玻璃上还贴着出租的电话呢，这在当年估计也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家具城吧。这条街其实也算是当地的一条主要街道吧。这条街上你能看到啊，它不光是客运站，在我们刚刚路过的那边，包括这边什么苏宁易购啊、小米啊，等会儿前面走
可能还会有蜜雪冰城啊、华为啊什么，大部分那些我们能见到的一些知名品牌的商店啊，都在这条街道上。对面一栋楼的玻璃都是这种蓝色的玻璃，有一种梦回千禧年的感觉呢。这大概是中国人梦河里的东西吧。街对面有一家古塔医院，路对面也有一家古塔大药房。宁安市的这条街道上，两边有很多药店，其中10家有8家都叫古塔大药房，也是地方特色药店了啊。虽然宁安的街上有很多以古塔为名的场所，但宁古塔并非汉语里的字面意思，而是来源于满语音译。自古以来，关于宁古塔的地名由来众说纷纭，但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指出，基于满语的语法，宁古塔是满语宁滚塔坦原始词源的省简。宁滚是数词6，而塔坦则是满族早期社会生活中常见的起居建筑形式，因此宁古塔翻译成汉语应当是6窝铺，以最初这里居住了6户满族人家而得名。所以宁古塔并非一座塔，也不是一座监狱，而是东北地区一个满语音译过来的地名。这里应该就是宁安市的比较市中心的地段了吧，商业区。这边是百货大楼，遥远又亲切，陌生又熟悉的名字。然后对面也是一个商场，那边就是各种品牌。这整条街上还是挺热闹的。哇，这个大门好气派啊！东大街，这里面应该也是那种消费一条街。我们走的这条街，基本上每个路口都会有一个这个公共卫生间的指示牌，它会告诉你，哪一边有厕所，你可以去解决一下人生大事。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方便的。现在才下午的2点半钟，这个太阳就已经完全被楼房盖住了。这街道上是一点阳光都没有。朋友们，我们一路走过来都是在阴凉处走的，现在马上要进入阳光区域了。哇，这个夕阳，哦，2点半的太阳能叫夕阳吗？不能叫吧。但我感觉这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这就是著名的宁古塔4中大酒店，确实是大酒店啊，离100年老店还差90几年啊。你好，还有位置吗？几个人？啊，2个人。屋小，桌少，禁止喝酒。吃炸串啊？鸡排、五花肉是特色。哦，行，好。还有啥？烤冷面、鸡排、五花肉。我先要一份烤冷面。啊。完了，我再拿点串儿。啊。等我找找。你还能找着他哥？我感觉你已经很帅了呀。这是我们点的烤冷面，感觉这烤冷面跟我们正常在其他城市路边摊吃的那种烤冷面都不太一样。它这个就只有冷面，然后里面好像还有金针菇，像其他的之前在那个路边摊吃的那些，还加鸡蛋啊，加那个什么肠啊，那没有，就只有这个冷面。它是整个冷面就是酸甜口的，然后微微带一点辣，但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这是宁古塔4中大酒店特色炸串，朋友们先吃。朋友们，晚饭吃完了，今天的这顿晚饭一共花了60块钱，还是比较物美价廉的啊。准备回酒店呢，结果发现这个从我们吃饭的地方一直走过来，感觉腿都要走折了，也没碰上一辆出租空车。可能晚上也是这边出来的人比较少吧。苦寒之地宁古塔，大家晚上都在屋里待着，基本上不怎么出来，所以出租车司机可能也会觉得没有什么活干。其实能看到啊，这个宁古塔宁安市晚上的夜景还可以，万家灯火，灯火通明的。
街道也很亮，还是有一些人在外边，但就是车是真难打。在我们山东啊，扎这个气门，可能除了开业会扎气门之外，最常见的就是人家结婚的时候会在这个小区的门口扎一个这么大的红色的气拱门，然后那气拱门上面用红色的布条粘着新郎的名字跟新娘的名字。所以今天结婚的是古塔大药房。现在我们在宁古塔 CBD 这边，开封菜、周大福、猪肉，前边好像还有男人的衣柜。你念特步，为什么步还要加个儿化音呢？特步啊，特步，361度啊 ，To be number one。我原来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一个男同学，穿了一双361度的球鞋。那时候大家就是，尤其是男生之间啊，特别喜欢穿那种品牌的那种球鞋。家庭条件稍微好的就穿阿迪、耐克这种。然后有一个同学就穿了个361度。然后有一天，我们另外一个同学问这个男同学：“你穿那个鞋子是什么？”他没说话，他打了个手势。我在中间看到了，我说：“人家没有问你多少钱，人家问你穿的什么鞋。”然后他嘣就笑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一个运动的球鞋的品牌叫361度。他们那时候嘲笑我老半天了，你知道吗？朋友们，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去重走一下当年从宁古塔到中原的必经之路。也许当年流放宁古塔的那些犯人，每个人都走过这条路，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哦，这是泼雪泉，这房子建的挺好看的啊。我之前网上有看过关于泼雪泉的一些信息跟资料，说是泼雪泉是宁安当地的这个自来水供水水源地之一，所以后来泼雪泉也做成了这个矿泉水。到了，朋友们，前面这条路就是宁古塔通往盛京以及中原的必经之路了。桥头旁边有2块碑，这个碑上写的是宁安大石桥，1977年立的。然后这块碑应该是比较老了，它上面的字都已经看不清楚了。这座桥叫大石桥，在桥头有一块牌子，上面记载了它的一些基本信息。这个大石桥始建于1634年，整个桥的桥长在25米，高度呢在7.3米。它也是黑龙江省第一座单曲拱桥。这个桥虽然始建于1634年，但是它在清朝时期以及民国时期也经过了几次翻修，所以现在这个桥也得以保存完好。那么在这个桥的中间有2道凹进去的折翼，这个应该就是当年马车或者是手推车行走的时候无数次的碾压留下的痕迹。哇，这车辙印这么深呢！我的妈，这得有，就是这个大石桥上面最深的一个车辙印啊，几乎有我一个手掌这么深。这个桥的右边还有一棵巨粗的树，我感觉这树的年龄跟这桥也差不多了。这座桥现在已经成为文物了，所以现在这个桥上是没有车行走的。在这个桥的旁边还有另外一座桥，那个桥是新修的桥，所以那个桥上是有车辆正常通行的。师傅，您是宁安的吗？我不是，我牡丹江的。你牡丹江的哦，您也是来这边玩？对。哦。我就从这路过很多次，就没那啥，找了很多次。一打导航嘛，就干到高速顶；一打导航干高速去了。哦。啊，这今天才找到这儿。您也是为了来看这个桥是吧？对，这是一个老的一个驿道，应该是。我在网上查资料，说是当年不是清朝什么流放宁古塔，那是后来说的啊。他这个桥在应该在宁古塔之前，在宁古塔之前就有了。对。哇，具体是那啥，
宁古塔这清到现在才200-300年的历史，没有那么长，几百年历史，没有那么长。说是就是要流放到这边的人，当时没有那边那个桥，只能全走这个桥过来。这些都是后面啥的，以前这哪有蛮荒之地，哪有这么多人？300多年前的宁古塔已是满族的龙兴之地，更有宁古塔将军携重兵驻守于此，俨然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军政重镇。但因地处偏远，气候酷寒，人烟稀少，宁古塔更是一片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人们普遍有着故土难舍、家族兴旺的观念，将客死他乡视为人生最大的不幸之一。统治者将犯人流放到这里，既是对其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惩罚，也能有效防止犯人逃脱或叛乱。更重要的是，还能为这片龙兴之地补充戍边劳动力，助力抵御沙俄的侵扰。数千名流人先后踏上了这座大石桥，来到宁古塔，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死后，尸骨也长眠于这片东北的黑土地。只有极少数流人在熬过数年边疆的流放生涯后，有幸得到赦免，才得以重新踏上这座大石桥，返回家乡。我们现在在这个宁安市的，我感觉应该是一片老城区，因为这边的房子都是那种比较老旧了，很有年代感的那种房子，而且这房子还有一个大大的烟囱。不过这些房子里面还是有人在经营居住的。每几栋老房子中间都有这么一条小巷子，这小巷子中间都是各户人家的门，那这个应该没有人住了。这锁都上锈了，院子都已经杂草丛生了，应该很久没有人来过了。这儿还有一面镜子呢，感觉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每一条巷子都是连着的。小狗呢？我身边的这些房子都是估计有个好几十年的历史了，可能是50、60年代或者是70、80年代建的。然后在这一片房子的周围呢，又有各种高楼，一边是上世纪建造的平房，一边又是新世纪建造的楼房，就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时代冲击感。但我感觉这片房子应该很少有人住在这儿了，因为大部分房顶的烟囱是没有烟的。如果有人住的话，那么烟囱上一定会冒烟，因为这边要烧火取暖嘛，所以大部分烟囱都没有烟，只有极个别的烟囱上还冒着炊烟。我小的时候住过这种房子，所以当你沉浸式的走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你的思绪拉到你几十年之前，拉到你的童年时光。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是出生在这种连排的平房里，一家人祖孙3代吧。当时跟这个周围的一些小伙伴们玩的也都非常好，也都非常的近，大家家家户户的。尤其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哎呀，特别热闹，就是放炮啊，然后打雪仗、滑冰啊、堆雪人啊、滑爬犁啊，哎，就是
一下就勾起了我很多童年的回忆啊。现在啊，想找这样的房子真的已经挺不容易了。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或者是一些发达地区，找这样的联排平房，而且是这样成规模的，已经真的不是很多见了。你看，这就是住平房的好处啊！想养点什么鸡呀、鹅、鸟啊，种点菜呀，哎，就很方便。啊，那边是那个灰的是鸭子，白的是大鹅。哎，快过年了，不知道你们当中的哪一只能够有幸活过今年的这个春节啊？祝你们万事顺遂吧！在宁古塔这种苦寒无比的地方，现在来买一套房大概要多少钱呢？其实我也非常好奇，但是我们网上检索了一下，本地的这些房源发布在网上的呀，大部分都是个人房东发布的，没有一家是这个房产中介发布的，所以我感觉可能这边的这些房子大部分也都是更多的是线下交易，或者是买家和卖家之间私下里进行交易。那么我网上也检索了一下啊，这些个人房东发布在网上的这个房源不是很多，我大概手指划4下就划到底了。根据这个他们发布的这些房源信息呢，这边的这个房子的价格均价在3600多块钱一平。我们找了一个中介姐姐，然后来带我们看一下宁安这边的房子是什么情况啊。1梯3户，没有电梯，哎，要爬7楼。锻炼身体。到点了，7楼虽然楼层高，但是真亮堂。那个啊，能直接进吗？直接进。哦，好好好，好，谢谢。哇，这边是灯。哇，好，谢谢。哇，真干净啊。好几年没住。好干净。哇，这个是主卧。这边还有一个书柜，躺着就能背单词啊，然后这边还有2个床头柜，1张双人床，包括这边还有一个小台子，这台子里边就是暖气片啊，这里边。从这个主卧一出来，就是这个客厅，厨房、卫生间、次卧。大门，这厨房是这种长方形，对，它是一个既是厨房也是一个过道，跟阳台和客厅是连通的，然后通过这个厨房就能到这个阳台这边。这个阳台采光其实会非常好，那边东边，这边西边，相当于太阳落山之前一直都是这个采光。哇，这阳台真的很棒吧？很长哎。啊，这还有个浴缸。这要是晚上没事在这儿小泡个澡，老舒服了。哦，还有热水器、浴霸。哎，但是这屋里冬天供暖给这么足，不用开浴霸吧？应该。不用，那也行哎。那前就是这风格。哎呦，这屋也很干净啊！这屋还是地板吗？这是。地板。哎呀。小地板。这地板。这地板当时。光亮如新。那90几年145一平方。还不带油。哇，90几年145。实木的。哇，可以。这小实木。这么多年也没见它鼓起来。没有。这屋您原来是当一个。原先吧，孩子办公间啊，学习这边有个小床啊，那边那书柜是在这屋他自己一个屋那个上完大学，完了那个现在在大连呢，上海黄城理工。哎呀，真不错，学霸。600多分，628分。这个小区它会有物业费什么的吗？物业费有200一年200。对。哇，我以为1个月。这个水费是1年1307块。
哦，这个房子是多大平米的这个？63.4。63.4。那您这房子要卖的话是多少钱？要5万。哦，要5万。在咱们宁安，像这样的房子租一套的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7000左右，6-7千吧。6-7千左右。7000左右。一年。好，谢谢您，好，再见，好。姐，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宁安，我看有很多那种平房，也是在市区里的，像那种房子，它能买卖吗？宁安市内的可以，就是如果说是周边的农村的不行，周边农村必须得卖本村人。像这些平房有计划要拆迁吗？没听说，因为上次拆完以后再动的话也是1000了。这个是有人住的呀？是的。那不是不太方便吗？我跟他说了。哦。他同意了，这个要报10年。哇。行，你就光着脚进吧。一进门是一个洗手间，很宽敞的一个洗手间哦。哇，这是豪宅呀，这是。哇，这个视野，这视野绝了。还有火车经过。你在这住着火车天的有一点吗？更近。朋友们，感觉来看房真的是别开生面，大开眼界啊！没想到在宁安宁古塔这户人家的装修真的太好了，真的。那边就是厨房，然后这里跟客厅整个连成一片，超级宽敞，一个比较开阔宽敞的厨房，2-3个人站在这里一起下厨都不成问题。这房子就您自己住吗？姑爷的。哦，您姑爷的是吧？姑爷他俩出门了。哦，是长期在外地工作吗？对，搁福建，所以说要上深圳，他打算上那边买房子。这当时设计这个，我也是厨师嘛。怪不得这个地方设计的这么好，这边可以能把他这个厨艺发挥的淋漓尽致，只要一做饭，家里四处飘香，是吧？还能坐这儿直接就吃啊！坐在这儿一吃饭，直接就能看电视。哇，这个小吧台很好，很好。卧室，这边这个卧室也超棒哎！这个春夏秋冬1年4季不同的景色，尽收眼底。这边也有一个卧室。还不错啊，温馨明亮干净。没打住，也舍不得让他卖，是吧？对。他咋的呢？他在那边要买楼，要买饭店、开饭店，他那要买楼。是。哎，他不想回来了。哎，他帮我们俩弄了去，那没招了。对。那您是怎么想的？您想去不？上福建啊那边？热呀，是吧？南方是这样的。东北屋里也很热。是啊。现在还行，你就能穿。咱在这待习惯了，那没办法。但是您可以冬天时候去那边就稍微好一点。对啊。冬天好。对。哎。然后等到夏天回来避暑是吧？一样，农村也有。这个房子最大的亮点是，它所有的但凡是有窗户的房间，全部都是1线豪华江景房。这个画面让我真的想起了那首歌词里边唱的牡丹江旁边的村庄午睡般安详，就是这样的画面啊。方文山的歌词并没有都是瞎写的啊，真的江边的小村庄啊。在这都是瞅着我家那个，在这就能看到您家，就看我家那看那个发黑的那个红瓦塔啊，那就是哦，那有阳光，瞅着可清楚了。这个房间我觉得如果要是下午看那个夕阳江景特别漂亮，是吧？对呀，从那种我来的时候买这个楼的时候，第一份从2楼到17楼，我说我2排让我们自己挑，一栋一栋看上来的，就是一层一层看上来的。我们来这，我买了头一件，紧接着呼就开始上了。哦，装修的也很好。要不说舍不得让他，这早没办法。
哎，你这随着孩子走了，对。他讲话哪黄土不埋人，是那么个道理。可我说我60多，到年64了，我不想去。太热，我嫌我这个福。他说啥？没事儿，你嫌我热时候去过桂林，你福田上桂林去。哎，你好钓鱼。哦，你也好钓鱼，我也好钓鱼，但我基本没怎么钓上来过。一直空军。我这钓鱼钓的确实厉害啊！你钓上来最大的鱼？你钓上最大的鱼，对，最大的30多斤。30多斤，得有多大呀？大胖头啊，大胖头鱼，哇，是在哪儿钓？在牡丹江？不，就在我们这儿，就在你们这儿。是咱这里的40、50斤的、70、80斤的，咱这大江都有。就这江里？对。哇，就是您是在船上还是在江边钓的？江边。就江边啊！哇，这资源也太好了，这资源。你要是今年我没怎么钓，你要去年来，我这里头家里冰箱冰柜连他这都是满的，全是鱼。哎呀，人给东西，真会钓鱼。哇，真厉害，给人鱼，真厉害，太厉害了，大爷。我们说，哎，你要是赶着去年，咱这吃吧，你们几个，这还有菜。不了，我们撤了。不打扰了，已经非常打扰您了，谢谢啊！到时候再有看房呢，你看房，好，对，那我们走了，好，谢谢，再见。所以它这一套是48万，113平，哇，好价格。姐，像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房子，如果要是租的话，大概是个什么价格？16000到18000吧。一年。对，你看租的房子少，就这个类型的房子，就一套出来没3天就没16000的，还没他家大，80多平，就直接秒被人租了，不会超过3天。也是离学校近，再一个有好多人想租房子，但好的太少。哦，看来好房子还是比较抢手啊。其实我们今天看的这2套，相当于是在宁安的城区里面，一套是最便宜的了，然后另外一套呢，价格是属于一个中上游的一个价格。我们问那个中介姐姐啊，她给我们讲，其实宁安还有更贵的房子，最贵的能卖到150多万，但是整个的中位数的价格呢，宁安这边的房子大概就是在一个20-30万左右。所以朋友们，你们觉得宁古塔的房子性价比怎么样呢？历史的车轮在大石桥上碾出了深深的折印，也在文人墨客的宣纸上落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格外好奇，当年的刘仁初到宁古塔，撞入眼帘的是怎样一番景象？根据清初刘仁方拱乾所著《绝域纪略》记载，彼时的宁古塔，7月降露，8月下雪，春天狂风肆虐，夏天冰雹频降。方圆100里皆是森林，短木杆绕着圈扎出3里地的栅栏，再开4个豁口当门，便是宁古塔的城。官府不过是几间简陋的茅草屋，下雨就塌。更有当地人模仿鸟兽的生存方式，搭建巢穴般的窝棚，或挖掘洞穴作为住所。宁古塔虽然没有赋税，但当地人种地不懂耕作轮休，也不知要除草施肥。一块土地耕种6-7年，地力耗尽就抛弃，再去开垦新土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宁古塔十分落后。对于被流放至此的刘仁而言，这是一场裹挟着血泪的绝境迁徙，是背井离乡的锥心之痛，更是直面酷寒蛮荒的生死考验。而对于宁古塔地区而言，这却是一次文明觉醒的契机。这些刘仁当中，不乏在农业、文学、医药、工艺等各领域的饱学之士与能工巧匠。他们带来了先进的耕作经验、医药书籍、手工技艺等，在此兴办学堂，传授技艺，促进贸易，将蛮荒化为热土。宁古塔也从单纯的军政要塞，逐渐转型为东北边地的文化与经济重镇，让这片边陲之地慢慢褪去蒙昧，孕育出独特的边地文明。100年时光疏忽而过，旧时宁古塔已淹没于岁月，牡丹江畔的宁安城悄然伫立，就如它的名字般安宁。昔日刘仁播下的文明火种，早已化作今日城郭间的烟火与温凉。
如今的宁古塔已不再是那个让人谈之色变的到不了的远方，而今天的宁安市，又或许是谁想回却回不去的家乡。